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戈壁滩上的每一个充气大棚下面就是一个发射井，那么如果我在戈壁滩上仅仅是搭一个充气大棚，底下什么都没有，美国人仅仅通过卫星侦察不到现场的话，他也是没有办法判断真假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西北沙漠里的大棚下面是不是核导弹？不知道，但是绝不能让美国人找到答案。临近年底又到了美国各军种争吵下一年度军费预算的时节。今年的争论有个焦点，就是中国在西北戈壁的大漠上修建了一些充气式的建筑大棚。圈个有用，充气式的建筑大棚。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中国在建造固定的核导弹发射井，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核打击能力。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官方并没有证实或者是否认这些建筑在戈壁滩上的充气大棚到底是什么用途，是地质勘探的钻井，是风电场的基座，还是真的导弹发射井？这事儿让美国人心里面是很不痛快。中国是一个有能力研制和部署陆基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在2019年国庆70周年的阅兵场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展示的东风31甲和东风41两种洲际战略导弹。其中东风41可以从中国境内把核武器投射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机动式洲际导弹的隐蔽性能好，生存能力强，对方很难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为了满足机动式发射的要求，需要在同一辆发射车上集成武器系统的全部功能，这就使得导弹发射车的造价是非常的高。在很多时候，为了保护这些发射车，还需要在大山当中开凿洞窟，有关的工程量和建造的费用比城市地铁可高多了。相比之下，固定发射井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比如说供电、供气、供水都比发射车要来得容易，导弹的维护保养也方便得多。虽然挖掘或建造一口发射井需要花不少的钱，但是它的日常使用成本要比机动式发射要便宜得多。俄罗斯发明了一种战法，那就是多挖或建设一些发射井，井口的数量要比导弹的数量多得多。用普通的运输车拉着雅尔斯战略导弹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机动，一旦下达发射命令，运输车就会按照计划选择一口最恰当的发射井，把导弹装填进去。这种只具备运输功能的导弹车要比所谓的运输起数发射一体车要便宜很多。从总体上是降低了战略导弹部队的维持成本。机动式发射车可以到处跑，不容易被对方发现或先发制人而摧毁。那么发射井能不能也采取一些办法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呢？当然是可行的。只要多制造一些发射井，少部署一些核导弹，对方就很难判断哪些发射井是空的，哪些发射井是假的，哪些发射井里面真的有导弹。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戈壁滩上的每一个充气大棚下面就是一个发射井，那么如果我在戈壁滩上仅仅是搭一个充气大棚，底下什么都没有，美国人仅仅通过卫星侦察不到现场的话，他也是没有办法判断真假的。当然，或许有人会说，美国有几千枚核弹头，就算中国在沙漠里修建了200多个导弹发射井，美国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一个个的打掉。不管里面到底有没有核弹头，但是请别忘了，中国还有性能优异的机动式的核导弹。如果有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就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脑袋，在自己的肩膀上还能扛多久。如果对方选择先打击城市或基础设施，那么发射井里的导弹就可以作为核反击的力量，第一时间带着核弹头起飞。机动式发射车以及核潜艇可以在随后长时间不断地对敌人进行反击，让对方陷入漫长的痛苦之中。如果对方选择先压制导弹发射井，那么我们的机动式的发射车以及核潜艇就会先发起反击。如果对方投入了全部的核攻击力量，同时压制中国的城市以及核导弹发射井，那么我们的机动式发射车、我们的核潜艇以及未来的我们战略轰炸机所携带的核弹头，照样能把我们的对手送进地狱。还可以采用更精妙的战术，比如说在某一个区域设置假发射井，专门用来吸引美国投入 F-35
B-21这样的隐身飞机前来攻击，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这都是有可能的。当年呢，美国与俄罗斯为了限制双方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无限制的扩张，双方同意谈判，都向对方公开自己一方的核武器的数量、性能和部署的地点，提供给双方核查。美国和俄罗斯呢，一度还签署了所谓的开放天空条约，就是允许对方的侦察机在自己的领土上飞行，监督自己是不是老老实实的执行了核武器限制条约的有关规定。对美国和俄罗斯来说，这种条约和相互监督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制造的核武器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无论谈判还是核查都毫无意义，因为美国的核弹头太多，公开了他也不怕，甚至他就是要故意公开，造成更大的威慑。而我们的核武器数量有限，必须高度保密，参与谈判只会带来极大的战略被动。所以我们中国的核战略以及核力量建设是无论如何不能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转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